Ciao a tutti， 我是阿戴蕾。去年下半年影片断更好几个月，有网友跑来关心我是不是还活着。对，我还活着，只是工作太多了，加上硬碟挂了一颗，痛失不少珍贵的影片记录。最近生活节奏规律多了啦，所以我给自己1个月2支影片的目标。希望喜欢这个频道的朋友们可以继续支持。这个星期日就是复活节，今天要跟大家介绍这个礼拜所有拿坡里人都一定吃爆的 Casatiello Napoletano 拿坡里复活节猪油面包。耶稣的复活日是天主教国家的盛大节日，依照宗教传统，人们会在复活节前夕举行祈祷和守夜的活动。复活节 Pasqua 当天在梵蒂冈由教宗主持的弥撒，则是复活节期间最重要的仪式之一。在民间也会举行盛大多元的庆祝活动。复活节周末也是家庭聚会和享用大餐的好时机。许多意大利家庭会准备丰盛的食物来庆祝这个重要的宗教节日。今天的主角复活节猪油面包 Casatiello 是我居住的拿坡里最具代表性的美食之一。Casatiello 有着环状造型，面包上有带壳全蛋和用面团拉出来的十字装饰，光外形就令人印象深刻。更厉害的是 Casatiello 的内馅，海量风干腊肠、火腿和乳酪，加上面团里揉进不少的猪油和黑胡椒颗粒。没错，如此强大的食材阵容， Casatiello 的香味隔3条街都能闻到。好吃和卡路里爆表是肯定的，但为什么 Casatiello 会成为拿坡里的复活节美食代表呢？回答这个问题前，请容我带各位进入小小历史讲堂。基督教结合了古罗马甚至更早时期农耕社会庆祝春分的习俗，将春分象征大地复苏和庆祝新生命诞生，与圣经中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3天后复活的故事结合，共享新生和重生的意义，并保留了人们会聚集在一起分享食物的庆祝方式。在古罗马文字记录中，庆祝春分，人们会制作一种包着鸡蛋和乳酪的发酵面品。许多人认为 Casatiello 的来源于此，而我们现在吃的拿坡里 Casatiello 是到了17世纪才出现正式的食谱记录。OK， 道理我们懂了，现在我们可以来一一破解 Casatiello 隐藏的复活节密码。最明显的就是鸡蛋，象征新生命的开始和耶稣复活的奇迹。接着是鸡蛋上的十字，象征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人类受难牺牲自己。蛋糕的环状造型代表生命循环，也象征耶稣受难时头上戴的荆棘冠。蛋糕内馅也有学问哦。早期的农业社会有宰杀牲畜献祭的习俗，人们把猪肉做成腊肠、火腿、猪油等形式保存。Casatiello 内馅使用了多种猪肉制品，有象征富足、祈求好运的意义。内馅使用的 Pecorino 羊奶乳酪，羊乳哺育春天出生的羔羊，新生命得以延续。基督教中，耶稣被认为是神的羔羊，象征圣洁。完美结合美味与宗教符号，大家可以理解为什么 Casatiello 是拿坡里人复活节期间餐桌上的真爱了吧？也不止餐桌上啦， Casatiello 方便分食与携带的特色，让它成为复活节星期一 Pasquetta 大家出门踏青郊游的好朋友。有时候我嘴馋，想吃个什么面包点心，这也是我最爱的选项之一。那我们现在就进厨房做一个 Casatiello 吧。这个影片我用自己养的野酵种，搭配全程手工操作面团。没有酵种的朋友不要担心，你可以用叶种甚至速发酵母来操作这份食谱。替换方法请参考影片叙述栏。我还用了半懒人揉面法，没有搅拌机的朋友也请不必担心。面粉加入盐和黑胡椒，搅拌均匀，加入全部的水，用叉子搅拌一下，只要盆底没看到干粉就可以了。就这样盖起来，我们去休息半小时，用时间帮你揉面。半小时后回来，移到工作平台上，这时候面团已经稍有筋性，把酵种撕成小块加入面团，手揉均匀，搭配摔打。不到5分钟，面团就已经成团了。
你要说接下来要揉到3光，对不对？没有，面团盖起来，我要再继续休息20分钟。20分钟后再回来看面团，随便摔个几下，面团光光滑滑，手上干干净净。没有搅拌机的朋友，时间是个好东西，让我们一起好好的运用它。现在我们可以把油脂加入面团了，慢慢把猪油揉进面团里。猪油是我自己做的哦。这是整个揉面团过程唯一需要多用1咪咪时间的地方。你可以像我这样连搓带揉，连折带摔。我是非常 enjoy 面团触感的那种人啦，完全不介意，而且其实前后也没有超过10分钟。面团完全吸收猪油后，对，没错，我又要去休息20分钟。面团要记得盖起来哦。大家看一下，现在面团已经可以拉出薄膜，最后再抓起来摔个几下。这个触感超棒！面团放进事先抹油的容器，做第1次基础发酵，让它长大到现在1倍左右的高度。面团搞定了，我们来介绍一下内馅材料。以下是我家的卡萨蒂罗内馅卡司：拿坡里腊肠、萨拉梅拿坡里，集合蒜头、黑胡椒、小茴香等多种香料制成的风干猪肉肠。风干猪培根 pancetta tesa， 意式猪培根的其中一种，猪五花抹盐风干制成。拿坡里猪油饼 i ciccoli napoletani， 这是难能可贵的古早味。以前的人压完猪油后的猪皮不会丢，拿来叠一叠，用压榨机压出最后一滴猪油以后，就能得到这样一块人间美味。烟熏马贝乳酪 caciocavallo affumicato，质地中等偏软，热带弹性的乳酪，非常适合焗烤料理。还有忘记拍剧照的佩可利诺羊奶乳酪 pecorino， 乳香浓郁，味道偏咸，加入料理可以碰撞出非常强烈的对比，比帕玛森乳酪更有个性一点。隔天早上起床，面团激发完成，成功登大人，倒出来排气，顺一下面筋，然后拉成大概40乘以30公分的长方形。这面团超有弹性的，可以像床单一样拉来拉去。均匀铺上腊肠和马贝乳酪丁块，四边不必刻意留白。大方刨上 pecorino 羊奶乳酪和现磨黑胡椒。哦，对了，要记得留一点白面团，等一下装饰鸡蛋会用到。从长的一边卷起，卷的时候稍稍拉紧，避免烤制的时候产生大空隙，导致面包形状不规则。卷到底之后捏合开口。面皮有点破掉，不要担心，这些露出来的腊肠和乳酪烤过之后会很香很脆。我甚至会故意把面皮扭破，让露出来的部分多一点。塑形完成，移到事先抹好猪油的烤盘里，调整一下结合处，然后放上干净的生鸡蛋，再用刚刚留下来的白面团拉出十字形的装饰，做第2次发酵。我放在有1小盆热水的烤箱里，2次发酵后，体积大概增加1倍，大概会需要40到60分钟。说到卡萨蒂罗上的鸡蛋装饰，我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要跟大家分享。在我另一支介绍拿坡里复活节传统甜点小麦甜派 La Pastiera 的影片中，有提到一个神秘的7的传说，就是标准小麦派上要有横3竖4，总共7条的条纹装饰。那我就想，卡萨蒂罗上的鸡蛋该不会也有规定吧？但是我没有听说啊，所以我就到人数有40多万的拿坡里料理群组发问，请问卡萨蒂罗上放的鸡蛋有规定数目吗？然后就爆炸了。首先是因为太太出来说，天哪，小麦甜派的料贴几条都还没炒完，这里又开始要炒放几颗蛋。总共80几则留言回复，很多是来闹的啦，什么凭感觉放啊，我放一整打啊，这种屁话。我还是抓出了几个比较值得参考的说法，其中放基数说法最多，依卡萨蒂罗的大小放3颗或5颗。其中有一个人说3是象征圣父、圣子、圣灵3位一体的概念，我觉得非常有可信度。
也有说4的，代表4季，或连起来就是一个十字造型。目前看起来弹要放几颗还没有定论，所以各位的卡萨铁罗是自由的。扯远了，我们回来继续做猪油面包。完成第2次发酵的卡萨铁罗，用175度烤35到40分钟，不要开风扇哦，不然蛋会爆炸。最后用185度开风扇再烤10分钟，你就会得到这样一颗金黄酥香的猪油面包。可惜荧幕前的各位闻不到它的香味。在家做卡萨铁罗最痛苦的部分是要熬过等它稍微冷却的这段时间。通常这些露在外面的乳酪和腊肠丁都会被我跟趴哥在等待期间挖走吃掉。但是因为我们要拍影片，所以呢，我们决定提早切一块给大家看。这个卡萨铁罗卷得很均匀哦，面包没有出现大空隙。我们用的半懒人揉面法成效相当令人满意。面包体结构扎实，而且富有弹性。装饰油的鸡蛋烤完基本上就是水煮蛋啦，可以拿来直接吃掉。太香了啦！我要去吃卡萨铁罗了。趴哥在旁边虎视眈眈，他连盘子都拿好了。我想这个卡萨铁罗恐怕看不到明天的太阳。明天我还要再烤一个，要留着复活节星期一出门兜风踏青的时候带去吃。祝大家复活节快乐 ！Buona Pasqua a tutti！ 如果你也动手做卡萨铁罗，欢迎在影片下方分享你的操作心得，或操作上遇到的一些困难，让我们帮你一起出主意哦。喜欢今天的影片，也请帮我按赞、点分享，别忘了订阅频道。我们下次再见喽，ciao ciao。